我去银行取钱，柜员却一直在跟网恋男友电话调情。我敲玻璃提醒他，却冲我翻了个白眼。敲什么敲？真是穷鬼事儿多。接着他把取出来的钞票甩在我脸上，我要当场点钱，他的白眼简直要翻上天。5万块还要数？哥这冲什么大款呢？快滚吧！回到家后，我才发现5万变成了50万。想起柜员无力的态度，我反手拨通了银保监的投诉电话。你好，银保监投诉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实名举报，今天下午3点左右，我在大光银行东南支行柜台办理5万元取现业务，柜员无力全程闲聊打电话，态度恶劣，对我进行人格侮辱，我有录音为证。好的，服务态度问题我们记录了，您还有其他问题吗？有，无力业务操作出现重大失误，我取5万，他给了我50万。先生，您确定吗？50万？十分确定，崭新的钞票，一共50捆，现在就在我面前，我要求取5万，单据上也是5万，他多给了45万。先生，这种情况，我们建议您首先联系银行方面，及时退回。我不会联系他们的，一个能在工作时间随意闲聊、辱骂客户，并且犯下如此低级错误的员工，银行内部的管理可想而知。我退回，然后呢，他会不会反咬我一口，说我偷拿，或者银行为了掩盖失误，给我制造其他麻烦？先生，您放心，您的这种担心不会发生的。我信不过他们，因为我怀疑这不仅仅是失误。柜员态度那么嚣张，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我要求银保监介入调查，查他的业务记录，查银行的监控，查这笔钱的来源。我需要一个官方公正的处理结果，而不是私下和稀泥。明白，我们会按程序处理，并通知该银行总行督查部门，请您保持手机畅通。挂断电话之后，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匿名创建了一个新的邮箱，收件人是本地几家以犀利著称的自媒体。我特意取了个吸引眼球的标题：银行柜员是上帝，骂客户穷鬼，取5万硬塞50万封口。我还把偷偷用手机录下的音频也放在这份邮件里。点击发送后，我靠在沙发上休息。银行无力，现在你们该忙起来了，因为成千上万双眼睛会替我盯着你们。这时我发现手机上有3个未接来电，都是银行打来的，我没接，就让他们先急一会儿吧。第二天早上，我被手机的连续震动吵醒，摸过来一看，是大学同学群，已经几百条未读，群里还有人在不断的艾特我。我去，森哥，这视频里的声音好像你啊！现在这事儿发酵的太大了，直接霸占热搜榜。只有我好奇，那多出的45万哪来的吗？金库他家开的。我打开社交账号，发现已经有网友扒出了吴丽的真实姓名、工作照，甚至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账号里全是炫富内容。最新一张照片是他坐在一辆崭新的保时捷里，配文：谢谢亲爱的，以后副驾只属于我。银行的官方平台也彻底沦陷。出来走2步，50万怎么回事？而且小柜员还开几百万的豪车，钱哪来的？心疼那位大哥，取个钱被骂还被钱砸。银行的电话又来了，我还是没接，继续用手机看新闻，竟然刷到有个自称是银行前员工的人正在直播，实名爆料。吴丽是关系户，平时横着走，听说跟某副行长关系不一般，懂的都懂。怪不得这么嚣张，查，一起查。拔出萝卜带出泥，必须解决这些蛀虫。银行顶不住压力，终于在下午发布了第一份官方声明，针对近日网络反映的员工服务态度及操作失误问题，我行高度重视，已对涉事员工无力进行停职调查，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中，后续将及时公布。没提那50万，没提副行长，更没提钱从哪里来，这很明显是避重就轻啊。下午一个显示为银行总机号码的电话打了进来，我接通后没说话，听筒里传来对方温和的声音，他们约我到银行见面聊聊，我准时赴约。孙先生您好，我是大光银行东南支行的行长，我姓李，非常抱歉打扰您。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支行就我们员工吴丽昨天对您的恶劣态度和严重工作失误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歉意，这是我们管理的严重失职。道歉我收到了，然后呢？关于那笔多出来的款项45万元，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我们派人上门，或者您过来，我们办理一下归还手续。当然绝对不会让您白跑，我们会准备一份心意，感谢您的诚信。是吗？那你们的心意值多少？这个我们可以商量，2万元辛苦费，您看可以吗？这2万块算是你们的封口费吗？实话告诉你吧，李行长，钱在我这里很安全，一张都不会少。但现在的问题不是钱怎么还。那孙先生您的意思是什么？吴丽一个普通柜员，为什么敢这么嚣张，骂客户，给钱像扔垃圾一样？他背后的倚仗是什么？网上那些关于他和张副行长的传闻是真的吗？银行内部有没有人给他兜底？我一连串的问题让李行长沉默了，他额头直冒冷汗，过了好一会，他才尴尬开口。孙先生，您可能有些误会，员工的个人生活问题，我们不方便评论。如果不能回答我这些问题，恐怕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要结束了。说完，我起身离开。只是刚回到家，我手机就响了，是一个本地的陌生号码。接通后，响起有点沙哑的中年男生：“你好，哪位？你别管我是谁，那45万你留着是祸害，听句劝，见好就收，否则小心你有命拿，没命花。”我心里咯噔一下，这种下三滥的威胁招数，不像是银行官方的态度，更像是某个利益团伙狗急跳墙。电话那头的人究竟是谁？对方见我沉默，以为我害怕了，
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尖笑声。抓紧把钱还回来，我们给你2万辛苦费，这是就算翻篇。我们？你是银行的人，你该不会是张副行长派来的吧？你别问那么多，把钱还了，拿着2万块闭嘴，不然有你好果子吃。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我是在提醒你，别惹不该惹的人，别挡不该挡的路。50万不是你这小身板扛得住的。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我冷笑一声，打开了电脑，登录了我的社交账号，把刚才对方威胁我的录音发到了网上。大家好，我是银行50万事件的当事人孙强，刚刚接到电话，对我进行人身威胁，试图逼迫我归还多出的款项并隐瞒真相，我感到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现以录音留存证据，求关注，求保护。这段录音很快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银保监和银行总行联合调查组马上就进驻支行进行查访。几天后，我接到了他们的电话，请我到银行配合问话。孙先生您好，我是联合调查组的组长，关于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已同步关注，目前调查确有进展，需要向您核实一些情况。你说，我们调阅了吴丽近1年的业务流水，发现一个异常情况，他经手的业务中有超过20笔小额操作失误，主要集中在老年客户和长期不动账户上，单笔金额不大，300-500，最多1000。那些被偷了钱的老人，他们知道吗？我们正在联系，很多人可能至今蒙在鼓里。我听到这话，心里比前几天接到威胁电话还难受。看来这泥潭比我想象的更深更脏。走出银行大门时，我被一群突然出现的人团团围住，不然围上来的大部分都是些老年人。有个白发苍苍的老阿姨率先开口：“你是网上报道的孙强吧？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阿姨，是我，你有什么事吗？我好像也在那家银行少过钱，去年存的3万块定期，今年到期去取，说只有2万8了。他们说我老糊涂，记错了，可我明明记得是3万。阿姨，您没糊涂，可能真被他们动了手脚。这时，旁边一个大叔着急地拽住我的胳膊，又递给我一张纸质存单。我那5万块钱存了5年定期，去年急着用钱想取出来，他们告诉我利息没多少，本金还少了3000，说什么扣了管理费。我当时就觉得不对。您投诉了吗？投诉了，支行的人把我哄回来了，说是系统问题，给我补了200块购物卡。我当时鬼迷心窍就答应了，现在想想真是窝囊。周围的叔叔阿姨纷纷开口，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钱在那家支行存的，发现少了，投诉无门，最后要么被银行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要么就像朱大叔一样，被一点小恩小惠打发，甚至被暗示是自己记错了。小孙啊，我们年纪大了，不懂这些，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帮我们拿个主意吧。这样吧，我拉个群，大家一起在群里沟通交流。叔叔阿姨们，现在我们不是一个人了，我们一起把该讨的公道讨回来。本以为没有证据，维权之路会很难走，可我没想到，吴丽居然轻轻松松就承认了。不仅如此，他的态度比之前还嚣张。吴丽被调查组带到会议室问话，他一开始还很硬气，咬定是工作失误，直到调查组把近20万小额亏空的记录摆在他面前，他没有痛哭流涕的认罪，反而高昂着头，表情嚣张。钱是我拿的，怎么了？我男朋友会帮我还上。你男朋友是网传的张副行长吗？当然了，他有钱，他会帮我的，我们俩是真爱。吴丽，你清楚你在说什么吗？我当然清楚，我跟张副行长好了1年多了，他给我买包买车，平时在行里也最照顾我，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肯定会管我的。吴丽愚蠢又狂妄的坦白，直接把张副行长推上了风口浪尖。可没想到张副行长接受问话时，居然全盘否认了他们的恋爱关系。我和吴丽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我承认作为领导对下属关心不够，没能及时发现他的问题，我有管理责任。可吴丽说你们的恋爱关系持续1年多，他怎么能胡说八道？这是诽谤。他说你给他买过包，还有1辆宝马车，绝无此事。我的收入合法透明，可以接受审查，我怎么可能给一个普通下属买那么贵重的东西？这不符合常理。我认为吴丽是因为事情败露，精神压力过大，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他想故意拉我下水，扰乱调查方向。检和组长，你一定要明察。可神通广大的网友们居然扒出了张副行长的信用卡账单，以及转给汽车销售公司的100万定金，他的谎言被彻底戳破了。几天后，我再次接到了联合调查组和组长的电话，他的声音比上次严肃得多。曾先生，我们不再局限于吴丽和张副行长，而是扩大了审查范围，调出了支行近3年的全部账目和资金流水，发现账面亏空远不止之前发现的20万。有多少？初步核对，接近500万。怎么做到的？也是通过那种小额操作吗？不全是，后期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主要利用长期无人过问的睡眠账户，或者伪造一些小额企业账户，制造虚假的交易流水和取款记录，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再由拥有审批权限的内部人员，比如张副行，进行违规操作，把钱转出去。本以为是蚂蚁搬家，现在变成了老鼠打洞。可以这么理解，吴丽负责前期的一些操作和试探，张副行利用职权进行掩盖和审批，他们合作了很久，手法越来越熟练。那我的5万块是怎么回事？
很可能是一次操作失误。他们原本可能想用类似的手法把这笔钱挪走，但吴丽当时可能因为和你争吵导致心神不宁，或者系统临时故障，导致他直接把这50万现金当成了你的取款额，递给了你。这是一个意外，打乱了他们的步骤，也暴露了他们。我沉默了，没想到我偶然一次取钱，居然撞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几天后，我从电视上看到张副行长和吴丽被抓的新闻，本以为事情尘埃落定，但这却只是黑暗的冰山一角。吴丽被抓之后仍然死不悔改，直到他在会见时见到了他的律师。张副行长说，他完全不知情，是你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操作，那些小额亏空是你一个人做的，伪造的审批记录也是你模仿他的电子签名，50万失误是你个人重大过失。这真的是他说的吗？我没必要跟你撒谎。他还说买车买包的钱是你用非法所得支付的，他并不清楚来源，他甚至说是你一直纠缠他，他出于领导对下属的关心，才没有及时举报你。他胡说八道，钱大部分都进了他的口袋，是他让我先从老人账户下手的。他说那些人好糊弄，保时捷是他非要给我买的，说开出去有面子，酒店包房也是他订的，现在全推给我，他想得美。空口无凭，如果你说的是事实，那得拿出证据。录音算证据吗？有一次他分钱给我，在车里说的那些话，我偷偷录了一点，还有他让我处理几个账户的聊天记录，我截图了，在我那个旧手机里，藏在老家我妈那儿。律师很快办理了相关手续，从吴丽老家找到了那只旧手机，里面的录音虽然不长，但清晰地记录了张副行只是无力处理资金的声音。铁证面前，张副行再也没法狡辩。我交代，但我有个条件，我要戴罪立功。我交代出来的事，算我立功表现。那要看你说的事情有多大价值。为了减刑，张副行长把所知道的事情全说了，居然还牵扯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人物。那500万其中一部分被我和吴丽花了，剩余大部分流向了几个皮包公司。最后的收款人是赵副总。赵副总，你说的是总行的赵副总吗？是他，他才是真正拿大头的，我们只是喝点汤。继续说，说清楚。最开始是他暗示我可以灵活处理一些睡眠账户和不易察觉的小额账户。他说下面支行都有操作空间，只要账目做得平，没人会深究。后来胆子大了，也是他在上面兜着，审计那边才一直没发现问题。吴丽知道赵副总吗？他不知道具体是谁，只知道上面有人。他那个脑子知道太多反而坏事。那你和赵副总怎么对接？通过一个中间人，这人是赵副总安排的，钱经过皮包公司洗一遍，大部分会进入一个指定的海外账户。他承诺说等风头过了，会帮我调到总行更重要部门。有实质性的证据来佐证你的话吗？我把我知道的账户、中间人信息都给你们，你们去查，一查就知道我没说谎。我和吴丽都只是他手里的棋子。联合调查组的何组长打电话告知了我调查进展。曾先生，案件可能涉及更高层级，调查需要时间，你和那些储户请一定耐心等待。好，我相信法律一定会还我们一个公平公正。本以为很快就会有结果，谁知道那之后的3个月，我都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这件事的消息。3个月后，我在电视上看到赵副总落网的消息，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张副行和吴丽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此时我的手机响起，储户权益群里兴高采烈。小孙，谢谢你，钱回来了，心里也亮堂了。是啊，我的钱也退回来了，还多了利息，这口气总算顺了。我刚要回复，这时门外响起敲门声，是银行总行的负责人带着助理以及几个媒体的工作人员亲自上门。我把他们请进客厅。孙先生，非常感谢您在此次事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于您的不愉快经历，我们再次深表歉意。那45万款项，请您归还。同时，为表彰您的诚信和正义之举，我们决定给予您10万元作为奖励。没问题，钱都在这儿，我分文没动，你们最好是在这点清。工作人员现场点清之后，我们的交接就算完成了。这时总行负责人提出一个让我为难的要求。孙先生，我们能不能合个影，然后您面对我们的镜头，说几句表扬银行处理及时、正视问题的话？抱歉，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谎，而且你们也没什么值得表扬的，这本来就是你们该做的。银行给的奖金，我换成物资，全部捐给了养老院。这场取款风波终于尘埃落定，我也坚守了作为普通人的正义。